装疯卖傻10几年，终于等到了能逃出侯府的机会。只要抓住眼前这个男人，就能做到想做到的一切，包括给阿娘复仇。痛痛，母亲，但我非要逆天而行，勾他恩爱缠绵，引他入我局。暖和，傻子！什么？你们是怎么办的人？连个傻子也看不住！侯爷息怒，我是吩咐了2个身强力壮的婆子在那仓房看着，没想到午宴后，那2个婆子因一时懈怠，喝醉了酒，还在这狡辩！快去找！要是冲撞了太子，你这条命也就别要了。是。呀，我这天下第一贵女的身份，全靠那个傻子的自信。若他真跑了，不必惊慌，一个傻子而已，能跑到哪里去？云溪，天下第一贵女的身份是你的，太子也一定会是你的。侯府真是胆大包天，一边怂恿着祖母给本宫选太子妃，借着为祖母取寿礼的名义，逼着我亲自来了阳州，一边又打量着本宫对他女儿无意，就上赶着送个傻子过来。殿下，侯府闹翻了天，像是在寻什么人？寻人？难道新任这场戏不是他们故意为之？世人皆知，当今太子为巩固权势，杀人无数，机关算尽，以致少年白发，该敬而远之。可我不走，暖和，不走。你知道上一个爬上本宫床位的人是什么下场吗？被我先杀后弃，出满门。如此，你还让不让本宫走？不走，暖和，不走。罢了，一个傻子，本宫犯不着与你计较。既是本宫的人，你放心，等一切尘埃落定，自会有人来接你。蠢货，让我好找。蠢货，你是蠢货，蠢货，你是蠢货！穿成这个模样，是想勾引谁啊？你这疯疯癫癫的样子，要是冲撞了太子殿下，小心我把你关进小黑屋！不要，带下去！不要，我不要小黑屋，我不要小黑屋！啊！你可知错？你身为商贾之女，请你寻找御赐者，从而调查本侯。阮都之，求求你放过我的女儿！娘，否则侯府军功作假的证据将上达天庭，我要让你们侯府陪葬！放肆！娘，
悔改的贱妇，事到如今还敢威胁本侯？娘，给我接着打，给我狠狠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傻子！是。不打！凤飞，等等！凤飞9天，你躲在绣房里一整日，给太后的双面绣完成了？问你话呢！后日太子就要归京，我要送给太后的双面绣呢。是金丝，你二小姐，老奴早上去绣房看过了，赤金丝用完了。那还不赶紧去库房搬？二小姐，赤金丝要提前半年在江州订，1000斤一卷，这傻子用的已是府里最后1寸了，现在南下去采买，怕时间来不及。什么？那你不早说？这可是要送给太后的寿礼，耽误了时间，你们都别想活了。赤金丝做法是用鸡血石磨粉与金子一起炼化织就而成，现在既然没有现成的，何不自己做？听说用人血再加入金子一起炼化成丝，是一样的效果。是吗？那用它的可好？是。我来。等等，别伤了左手，他左手执针还有用处。是。你有再好的天赋又如何？还不是只能为我做嫁衣。但是我得了太后娘娘的青睐，以侯府的权势和我天下第一贵女的名号，这太子妃之位还不是手到擒来？不枉我用极繁复的绣法用光了赤金丝，人血炼出的金丝，在一段时间内确实可鱼目混珠，但不出半月，人血变黑，吉祥凤凰变成匈奴黑狼，那时要么侯府一起死，要么谢清也走入我的圈套，带我出去破解当年的真相。不管怎样，这局都是我赢。二姑娘，血已经完成了，快去炼，等这血金丝炼成，就把它关进绣房。什么时候凤飞9天绣成，什么时候再放它出来。是。姐姐，我这伤可不能白受。奴才翻了整个侯府，并未看见殿下口中之人。他看上去疯疯傻傻的，想必拿了玉佩也不会主动来找本宫。难道真的有本宫为了一个傻子直接问镇北侯？罢了，一个疯女而已，既查不到身份，那便到此为止。娘，你一定要保佑我。岁岁，就算装疯卖傻，也要活下去，活下去。雪北镇，雪北镇，你们到底准备了什么东西？要灭我侯府？雪北镇，假战功。雪北镇，假战功。
家战功。六姑娘生了疯病，将她关进仓库，严加看管。下战功，劫匪镇下战功。太子久居高位，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？想必白日那场欢愉对他来说根本不值一提。他后日就要离开了，我必须想办法勾住他的心。这没有，他往那边跑了。给我找，他是不是在那边？给我搜。是。镇北侯不惜与后宫勾结，将本宫引入侯府，只为让他女儿当上太子妃。可你，他们派你来想做什么？刺杀本宫，还是做本宫的暖床宫婢，替他女儿吃。你不是府里的奴婢，那你到底是谁？来。傻子，不疼吗？谢青野，世人都道你铁面无情、心狠手辣，只有我知道，你是全天下最心软的人，引你入局，万万勿怪。哎，这镇北侯何府离京，难道这是被贬了吗？哪能啊！击退匈奴这么大的功劳，陛下可是奖了他一座城池。想必呀，肯定是去城池做土皇帝去了。哎，这小孩，这谁家的孩子啊？摔一下这。谁孩子看着真可怜。蠢货，路都不会走了吗？现在大街上有侯府的脸吗？参见太子殿下。住手！他犯了何事？你要如此打他？回太子殿下，是犯了事的奴才。他看起来才5、6岁，能犯什么错事？狗奴才，要是你再虐打他，信不信本宫让你人头落地？
暖和。你对别人也这样吗？上次那事，是本宫遭遇了算计。若早知你心智不全，本宫断不会如此禽兽。所以不要再……谢清言，不要推开我，你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了。殿下，睡了吗？不要打我！别打我！别打我！是他虐待的你。何事？殿下，府中简陋，怕殿下和武师一样睡不安稳，特意送上一壶安神酒。多谢。夜深路重，二姑娘还是多穿一些。这气味是他给本宫下的药。不打我，五块，碎块，不打我！别怕，无人再敢打你。别再哭了。水，渴。这酒不能喝，这是……你也渴。该死！来人！殿下，他人呢？谁？啊，奴才天亮才敢进来，来时殿下屋内只有您一人。这个小傻子，不是说了护得周全吗？怎么又快休！快点休！若是明日太子离京之前，这凤飞9天送不到太后手上，你这双手就别想要了。送给太后的凤飞9天，是引太子带我出去的利器，不用姐姐吩咐，妹妹也定当尽喜。二姑娘，侯爷让在下请您去前厅用餐，太子殿下正等着。把我那身云锦衣裙拿来，我要换上。痛痛。抱歉。傻子，殿下何故问微臣府中是不是有个傻子？怎么回事？那傻子冲撞了殿下。所以府中的确有个傻子。长辈与贵人说话，谁让你插嘴的？还不退下！启禀殿下，是有个傻子，不过他就是个奴才。奴才？可是这奴才做了什么蠢事，冲撞了殿下？这是想掩盖小傻子的身份。现在若打草惊蛇，怕他性命难保。没什么，只是没见过那么傻的人，一时好奇而已。你是不是去见太子了？你聋了吗？我在问你呢，是不是去见了太子，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？不打我，不打
讲话呢！不打我！侯爷，这傻子若还不赶紧除掉，怕是会毁了女儿与太子的亲事。爹，他都已经引起了太子的注意，殿下最为谨慎。要是因为他查到了什么不该查的，那我岂不是做不了太子妃了吗？你母亲当年把那个东西到底给了谁？为什么她说只要你一死，侯府也会跟着你陪葬？说！说！岳飞是，爹，这凤飞9天还没完成，等他修完再让他死。等凤飞9天完成，不管怎么样，都要赶紧把他除掉，否则侯府后患无穷。没错，就算你死的消息传出去，闹出了什么后果，有皇室撑腰，本侯也不足为惧。你们以为明日以后侯府便会飞黄腾达吗？不，明日只会成为你们堕入地狱的开始。我要让这个腐烂发臭的地方彻底覆灭。1天1夜他都没出现，难道是不想跟我走吗？殿下，这是小女亲手绣的，送给太后娘娘，只为以表孝心，区区薄礼，还望殿下切莫嫌弃。早就听闻侯府嫡女乃天下第一秀，祖母得此定会高兴。痛痛，这是姑娘亲手绣的，是觉得不好看吗？殿下，小女拙作，若是殿下不喜欢，老夫这就……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侯爷，不好了，绣房着火了！什么？六姑娘不知道去了哪里？什么还不快去救火？是。阮穗这个疯子！你不是府里的奴婢，那你到底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穗穗。六姑娘。救命！回来！过来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过来！救命！本宫已在侯府暂居多日，怎么从未听闻侯府家还有位六姑娘？启禀殿下，那是姨娘所生的庶女，又蠢又傻，上不了台面，自是不敢说出来，怕污了您的耳朵。侯府突发火灾，本宫应该帮忙。殿下，殿下，回京路途遥远，殿下还是早些出发，切莫误了时辰呐。殿下，太后寿辰在即，不可再耽搁了。过来！站住！后宫被张贵妃盯得死死的，若是赶不上祖母大寿，
他定会有联合横王给本宫身上泼脏水。罢了，小傻子，待太后设宴后，我再来寻你。这刺绣很是别致，祖母定会对刺绣之人加以重赏。侯爷，后会有期。啊，殿下慢走。站住！给我站住！姐姐，快快快，走水了，快救火！我曾严令绣房不得有明火，今日为何会失火？爹，这几日那傻子一直被关在那里刺绣，该不会是他做的吧？老爷，打死你！叫你不听话！老爷，既是未能逃脱，那么谢青叶，你可一定要发现刺绣上的秘密，一定要回来。是不是你放的火？他不是被关在房间里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们放出来的！哎呦，二小姐，老奴哪敢呀！是六小姐忽然发了疯，自己跑出来的。我们前脚刚去追，后脚就有小厮说绣房起火了。果然是你放的火！你不信放火也要逃出来，是不是要去勾引太子？我跟你讲话呢，你说呀，说呀！下雪了，雪，下雪了，下雪了，雪北镇，雪北镇，雪北镇。又发疯，一直说这句话，你是在威胁我吗？哥哥，哥哥，哥哥！玉儿，时间来不及了，听我说，阮度之为表与匈奴结盟的诚意，胆大包天，剪下一半的御赐黄马褂，在那上面写下了投诚信，给了匈奴人。郑将军奋力突围，逃到雪北镇，准备回京送信，没想却中了匈奴和阮度之勾结的陷阱，结果命丧黄泉。此后为了抹平痕迹，阮度之在雪北镇烧杀抢掠。所以就是因为我们沈家无意知道了这件丑闻，才被阮度之灭门吗？这些证据，包括郑将军临终之前写下的血书，都埋在京郊城外一棵大榕树下。这是打开那个箱子的唯一钥匙。等岁岁18岁之后，你带着岁岁去凌霄巷找一户姓钱的嬷嬷，她会护你们周全。但如若你们二人被侯府害死，在岁岁18岁之前，没有去找那个钱婆婆，那个装满了证据的箱子就会被她送上御前，到时候整个侯府都会为你们陪葬。在那边，他们来了，那边快走，快走！快！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？是的。云栖一日没当上太子妃，侯府就少一座靠山。关键时刻确实不能因为一个傻子去冒险。阮度之，提到雪北镇，你还是不敢杀我吧？母亲，舅舅，你们看到了吗？你们为我留的绑运符一直在护着我。爹爹，他虽然杀不得，但
但也不是没有办法让他消失。这要是棺材铺的掌柜，虽然瘸了一条腿，但掌管着整个扬州的白事生意，不如将这个傻子嫁过去。一来我们眼不见为净，二来他活着可以保侯府安危，三来把她嫁出去，还可以帮我们侯府赚一份聘礼，岂不一箭三雕？岁岁，阮岁岁，侯府六姑娘，你既是侯府千金，活得如此狼狈，狼图腾，匈奴，朕背后真是要反！调头，回扬州。哭什么？我是送你去享福的。那官夫年过50，已经死了3个老婆，18房小妾，虽然腿瘸了，但身体却没有问题。你嫁过去，说不定还能诞下一子。他们竟然要把我给卖了！妹妹，你的命还不错嘛，虽然痴痴呆呆的，却也有人愿意要你。谢金燕，你可千万要发现刺绣上的秘密，千万别让我失望。曾婆子，把人给我打晕了塞进去，别耽误了吉时。快起轿！听说那老官夫的妻妾都是被他在床上整死的，也不知道我这傻妹妹能撑过几日。停！什么声音？是喜轿，看规制应该是某户人家在抬妾。走。不可以被抬进去，否则我庄风10几年绑下的这条命还有什么意义？还不如当初跟着母亲一同死了。这条路住的都是高门道，只有从外面结实往里面抬进的坟，怎么可能从高门大户里抬人出去？掉头，跟上刚刚那顶花轿。是。落轿，姑娘，下来吧，下来吧。果然是个傻的，宁愿在侯府被虐待，也不来这里享福。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，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瞧我这脑子，不给你解开怎么下轿呀？你呀，只要进去生个儿子，保准下半辈子衣食无忧，总比呀在那侯府一直被锁着的强。哎呀！小畜生，不识好歹了是吧？快给我抓住他！这怎么回事啊？没事吧？好一个小娼妇，还敢诈我！我告诉你，在这扬州城就没有我曾婆子摆不定的丫头。你今儿个就算是躺着，也得给我躺进赵家。这曾婆子不是侯府的人吗？怎么跟赵家又扯上关系了？这喜轿停在赵家的棺材铺，他们不会要把侯府的人送到那销魂窟吧？不能吧？这么狠？那是侯府的人。哎呀，哎呦，这怎么打人呢？你看这，怎么？
妇，你敢再撒锅，我要你好看！这都什么时辰了？我的新娘子呢？这就是我的新娘子。赵当家的怎么亲自出来了？你呢，安心等着就行。我这就把人给你送进去拜堂成亲。果然还是侯府的水米养人呐！这18万两花的值，花的值。想办法，快想办法！哪怕死在街上，也不能让他们得逞。性子还挺野，不过我喜欢。好了，不用拜堂了，直接给我送到床上去。听到了吗？赶紧抓进去！是。赵当家的，您呐，别瞧他那样，其实他是害羞了。你呀，只要让他尝到了当女人的滋味儿。哎呦，这吓人了！杀人了！吓人了！吓人了！快跑！谢青言，你来了。谢青言，你来了。你哪只手摸的？你们哪里来的歹人，竟敢！哎呀！这是手都砍断了！手断了！吓人了！真砍啊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竟敢当街行凶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杀了！砍他一刀，我赏金100两！傻子，我堂堂太子怎么可能只有这几人保护？你何必为我挡刀？疼不疼？我是侯爷的女婿，你们敢杀我，朕背后饶不了你！留他一条狗命带回侯府，我倒要看看阮都之怎么不饶我。其余的杀！傻子，才几日不见，怎就这般狼狈？怎么了？是很疼吗？不要，什么？不要走。好啊，张儿就要回来了，区区3年便在灵州军中站稳了脚跟，无论是恒王还是太子，都要给上几分薄面。不愧是本侯亲自举荐的。侯爷，太子殿下来了。好，难道是宫中等不及，直接下了册立太子妃的旨意？不愧是双喜临门呐！侯爷，恐怕不是，他带着那个傻子回来的。什么？此刻已经在正堂等着了。痛，
不要。傻子，身上还有伤呢，让你坐在椅子上，你偏不坐，为何非要坐在地上？蠢货，你坐在那里干什么？还不给我滚过来！问你话呢，聋了吗？给我滚过来！闭嘴！殿下面前不得放肆。不知殿下去而复返，所谓何事啊？太后寿辰，与天同庆，侯爷却送来了匈奴图腾。你是诅咒我祖母，还是诅咒我谢家坐不稳这皇位啊？欺君还是叛国，可想好了。欺君叛国！殿下恕罪，内子胆小，受不得惊吓，老夫不敢欺君，更不敢叛国呀！还请殿下明察。你是说，此事是本宫诬陷你？老夫不敢。殿下，这凤飞9天是被人暗中调换，污蔑云栖的。那侯爷可是得罪了什么人，引来了这灭门之祸，心里可有数？殿下见笑了，老夫府中有一庶女，也精通刺绣，但是品性不好，时常因为嫉妒而与云栖发生过节。想必此次也是因为云栖得到太后的青睐，所以将凤飞9天暗中调换，意图陷害云栖啊！只是女儿家的闺阁争斗，那这人可在这屋檐下？在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！殿下有所不知，此女从小疯傻，不服管教，时常与云栖争长争短，稍微不顺她的意，她就随便打人咬人。若是一些家长里短也就罢了，但是前几日老夫听闻他与人私定终身了，此你所作所为犹如我阮家门楣，所以前几日便直接答应了他与那外暖的婚事，将他逐出族谱。今日正好将她嫁出去，没曾想殿下却将她带了回来。断亲？可有凭证啊？这无碍，本宫已帮侯爷准备好了。侯爷，签字吧。你若不识字，本宫带你来。13年，母亲，女儿终于不再是侯府的人了。他怎么如此深情？他不疯了，还是说他从来就没疯过？小贱人，竟敢勾引殿下！
段亲书已签，他便与你再无关系，是也不是？啊，殿下说的是，她既已嫁人，妇以夫为天，自然是听夫家的。嫁了人，带上来。哎呦！完了，他到底是何人？镇北侯在他面前竟要卑躬屈膝。你与岁岁情投意合，是。私定终身。不是，是侯府的管家告诉我，只要18万两银子就可以娶到侯府的庶女。也就是说，在此之前，你们从未见过。也就是说，你们从未见过。是，没有见过。我只是想尝尝高门贵女的滋味儿。哎呀！既不是情投意合，那便是强抢民女。杀了吧！侯爷，岁岁既无夫也无妇，本宫将她带走，你没意见吧？爹，慢着，侯爷，还有诗天色已晚，殿下身份尊贵，不得有失啊。放眼整个扬州，也仅我侯府最为安全。殿下何不留下来，由我侯府继续照料，岂不便宜？那就有劳镇北侯了。正好，我也想查查这侯府到底和匈奴有什么关系。请。爹，那傻子分明是在勾引太子，他是在装疯。您刚刚为何不直接求太子杀了他，还替他求情？看太子的态度，是不会将他问罪。既如此，我何不顺水推舟，做个人情？可是，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他安稳的待在太子身边。父亲是想……但是太子一直把他带在身边，我们怕是没有机会下手。自然不需要我们自己动手。我们养了那么群人，是时候喊出来用一用了。好了，上完药了。今天和侯府彻底断了关系，镇北侯定不会放过我。在保证自己安危之前，绝对不能让谢青野回去。不要！不要！怎么，不想回隔壁睡？不要！傻子，赶紧松开本宫。他不要走。梦中人影
你是本宫的姐吗？心间一抹痕，思绪暗藏。欲说还休，故事已落霜。似曾相识你的目光。好大的胆子！我就知道阮都之坐不住了。你是谁的人？药毒自尽，是死士。整个扬州城最安全的侯府，有死士闯入太子宫院，是桓王派的人进错本宫房间，还是阮度之为了区区庶女大动干戈？亦或是他们二人合谋所为？有意思，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令牌，令牌，令牌。匈奴，许昌，我倒要看看这侯府和匈奴究竟有什么关系。是。那贱人竟然用太子逃过一劫！爹，你说太子该不会立他当太子妃吧？他不过是个庶出，怎能和你比？云七，你现在越发急躁了，凡成事需静气。我怎么静得了？要是他故意在太子身边吹枕边风，我们侯府就完了。爹，你忘了吗？昨日他刚与侯府断亲，以后侯府发生何事都与他无关了。此事还需要你亲自去做。那些死士都杀不了他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既然在侯府，那便有深宅大院的办法，何必动刀动枪？父亲说的是。当年母亲去世之前，让我藏起舅舅给的钥匙保命，生怕他们会从我身上搜出来，只好将钥匙埋在这里。幸好这里鲜少有人进出，无人发现。六妹妹，六妹妹，六妹妹怎么在这里？叫姐姐好找。是。干嘛？来吧你，别动。六妹妹，这是刚出炉的绿茶糕，大伯茶园的茶叶做的，你尝尝。从前有什么吃的，掉在地上你都会捡来吃，怎么如今看都不看？还是说其实你不傻，知道姐姐要容不下你了？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，吃啊！姐姐赏你的，快吃啊！不吃，不吃，不吃！我要追雪人。贱人，果然是装疯。太子护着你，不过是看你可怜。若他知道你撒谎骗他，看你怎么死！啊！
我就是在装疯，你又能拿我怎么样？你有证据吗？你猜太子是信你还是信我？贱人，你果然是装疯！参见太子殿下。不打碎碎。怎么自己跑出来了？姐姐给碎碎吃糕点。碎碎给鱼鱼们吃。殿下可知，他根本就是在装傻。鱼鱼吃，鱼鱼吃。装傻？你有什么证据？殿下，答案就在这绿茶糕中。我骗妹妹这糕点有毒，说她真傻，不会不吃。妹妹，吃啊！你不是向来喜欢极了这绿茶糕吗？鱼鱼们吃吧，碎碎吃。不能吃，这糕点有毒。不能吃，这糕点有毒。快吐出来！殿下，我没有，是阮穗，是他提前下了毒。没有毒！你看看这池子里的鱼，你当本宫是傻子吗？他故意的，说我真想下毒，何必亲自来送？岂不白白落人口舌？我没那么蠢。说他有事，本宫一定会让你陪葬。贱人，装疯卖傻这么多年，没想到心机如此深沉，还敢故意陷害我！傻子，以后不是我给你吃的东西，你都不要吃，听到了吗？今日幸好无事，万一……殿下可知，他根本就是在装傻。碎碎给鱼鱼们吃，鱼鱼吃。装傻？说我真想下毒，何必亲自来送？岂不白白落人口舌？碎碎，以后不管发生任何事，都不能欺骗我。他开始怀疑我了。他开始怀疑我了。坏人撒谎，碎碎不撒谎。算算日子，明日你堂兄就要回来了，你急什么？发这么大脾气，让下人笑话。是啊，堂兄不是早就想纳了阮穗吗？堂兄要是知道阮穗爬了太子的床，指不定要怎么发疯呢。堂兄位高权重，我就不信太子真的会因为一个傻子和堂兄君臣离心。伯父，穗穗呢？堂兄还担心他呢，如今人家早就飞上枝头变凤凰，被太子殿下收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对了，太子正住在客院，他不喜人打扰。昭儿，你站住！长风，这是我的名字，记住了。长风，长风，非要缠着本宫教你写字，
这下满意了？嗯。他回来了。不要！救命！不要！坏人！好孙子，别喊了，只要你听话，维修给你买糖吃啊！别跑！谢谢娘。累。啊！行礼。灵州中郎将阮云章参见殿下。哦，是将军回来了，可有事？微臣回府，理应来参见殿下。殿下可知你怀中之人是姨父曾许配给我的？那将军可知，本宫怀中之人早与你姨父没有半点关系，断亲书就在本宫手上，你想看吗？就算断了亲，岁岁也与我青梅竹马，殿下断没有夺臣人妻的道理。恕本宫偏要你。自顺帝开国以来，断没有夺臣人妻的道理。恕本宫偏要你。北境灵州军务便是华朝重中之重，每任太子继位之前都需亲临灵州安稳军心。殿下如此独断专行，只怕这军心无法安稳。你在警告本宫吗？不敢，微臣只是实话实说。听闻太子耽误了太后寿辰，宫中只怕早有不满。若灵州这边再出差错，哼。中郎将不用担心，你若如此得空，不如多在军中操练操练，免得外人说你靠镇北侯的关系，空有虚名。二位，不送了。日后若无要紧之事，别再打扰本宫。你刚刚为何如此冲动？一个装傻的疯女人而已，何必开罪太子？桓王多次私下来信，指望结交姨父，姨父却迟迟不肯回应。难道还在做二妹妹当太子妃的美梦吗？谢青野毕竟名正言顺，桓王那儿变数太大。我虽只是中郎将，但如今在灵州军中也有一席之地。若谢青野给脸不要脸，那灵州便只有支持桓王了。姨父也清醒些吧，谢青野为何在侯府滞留如此久，又为何宁愿错过太后的寿辰，也要留在扬州？姨父难道真的不怀疑吗？还真当他是来游山玩水呢？云章先行告退。错了，你心不静，字自然写不好，
岁岁，你可有事瞒着本宫吗？如果我坦白，他会杀了我吗？我要你看着我，恨你已是哑火，心中仿佛升起的视线不错，期待还夹杂着些落寞。我要你看着我，别去想所谓的那种种结果，解开了这枷锁。六姑娘母家是江南首富沈家独女，当年阮度之纳了沈氏之后，将其嫁妆占为己有，大肆结交权贵。之后，她以五品小官的身份，被江丞相保举，做了灵州中郎将，主导了15年前的北境之战。那战本是要败的，可不知怎么，当郑将军叛逃的消息传出后，阮度之反败为胜，他得胜还朝之日，本已收复的雪北镇全镇死于非命。再然后，沈家全族也意外而亡。沈氏全族？难道镇北之战跟沈家还有什么关系？奴才还查到，沈氏是当年军需的供货商。雪北镇当年全镇被屠时，沈氏大哥就在那里。阮度之出征之前，陛下是御赐了黄马褂的，为的就是让他安心带兵打仗。可阮度之却收了匈奴的孝敬，主动兵败。阮度之胆大包天，剪下一半的御赐黄马褂，在那上面写下了投诚信，给了匈奴人。只要找到黄马褂的另一半，就能坐定阮度之的罪行。即便定不了他的叛国之罪，他毁坏陛下的御赐之物，也让他难逃一死。母亲当年被关小黑屋惨死，也是因为阮度之得知他在找黄马褂，可惜还没找到，便被阮度之杀害。那半件黄马褂到底在哪儿？喝，给本将军喝！区区贱婢也敢违抗本将军的命令？你以为你也被当今太子护着吗？谢青野，你好大的本事啊！我不过休个探亲假，你便让人在灵州把我架空了。不仅让我发令出兵无人听，就连此次带回来的亲兵也无一人堪用了。你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区区中郎将，怎么比得过当今太子？区区中郎将，怎么比得过当今太子？当今太子，那又怎样？前朝又不是没有废太子的先例，桓王如今与我称兄道弟，只要我想，这太子之位是谁的还不一定呢。哥哥难道不知道那个傻子一直都在装疯吗？什么？他这10几年一直都在侯府装疯，对你避之不及，转头就上了太子的床。哥哥，你拿什么跟他抢？他本来就没看上你。得不到那就毁掉，反正无论如何，他都只能是我一个人的。看哥哥这么痴情，妹妹我
倒有一个好办法。母亲当初跟我说，她小娘当年就是因为寻找御赐的黄马褂，所以才被爹爹厌弃的。她庄风会不会也想寻找那件黄马褂，来给她小娘复仇？哪怕是陷阱，我也必须要跳。这次我绝不能错过，我一定要带着证据，想办法跟他一起回京，为郑家军洗清冤屈，为母亲和舅舅报仇。够了！云七已经告诉我你是在装疯了，还在这跟我唱什么戏呢？这夜黑风高的，都已经心甘情愿的过来了，就别装什么贞洁良妇了吧。不想要了？真的是黄马褂，可这是阮度之的死门，怎么会在他手上？想要的话就从了我，你知道的，岁岁。这么些年，你一直都在我心里啊。痛！他是不是亲了你这里啊？还是摸了这里？谢清也是男人，我也是男人，凭什么他可以，我不可以？你若想要权势，你放心，等我帮皇王把谢清也拉下来，我就是新朝的功臣，到那时我的地位只会比姨父更高。你既然如此给脸不要脸，想必是不想要这东西给你母亲复仇了。好，我现在就烧了它，都烧了！你疯了！手不要了！六妹妹，这可是御赐之物，别踩了！哎呀，六妹妹，这可是皇室赏赐，要是无端损毁了，可是要杀头的。只要你反驳就是在装疯，太子不会饶你。但不反驳，毁坏御赐之物，也足以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这次，我看你还怎么死里逃生！你这个祸水，竟敢烧毁御赐之物！这一次，我侯府也保不了你。殿下，此女生性顽劣，虽然是我镇北侯府亲生骨肉，但如今犯下如此重罪，要杀要剐，老夫绝不偏袒。你可知罪？你可知罪？他当真是要杀我，还是只是在试探我？六妹妹，赶快认罪吧！殿下对你如此好，只要认罪，顶多流放，不可能有生命之危的。无论如何，还是得赌一把。我赌他会对我心软。岁岁，痛！
你为何一个人偷偷来此？又为何要毁坏御赐之物？六妹妹，你看我干什么？明明是你说想看看皇宫绣品花纹，你求我，我才从伯父那里给你带回来的。刚刚你忽然发疯，非要毁坏这御赐之物，我拦都拦不住。东窗事发了，你想把罪怪到我身上？哥哥撒谎，哥哥撒谎！殿下，他撒谎！殿下，此祸水毁坏御赐之物，还在这疯傻无状，理应立即处死。侯爷口口声声说穗穗是你的亲骨肉，却屡次着急要把他处死，到底是何用意？殿下何出此言？老夫好歹也是从尸山血海的沙场杀出来的，又怎么会无端跟自己的女儿过不去呢？这个孽障屡屡闯祸，老夫实在无法再偏袒下去。幸好黄马褂在火盆里滚了一圈，根本看不出当日裁剪的痕迹。只要将黄马褂被烧毁的尸咬死在阮穗身上，镇北侯府便一定能平安无事。六妹妹，你看我干什么？明明是你说想看看皇宫绣品花纹，你求我，我才从伯父那里给你带回来的。刚刚你忽然发疯，非要毁坏这御赐之物，我拦都拦不住。东窗事发了，你想把罪怪到我身上？哥哥撒谎，哥哥撒谎！殿下，他撒谎！殿下，此祸水毁坏御赐之物，还在这疯傻无状，理应立即处死。侯爷口口声声说穗穗是你的亲骨肉，却屡次着急要把他处死，到底是何用意？殿下何出此言？老夫好歹也是从尸山血海的沙场杀出来的，又怎么会无端跟自己的女儿过不去呢？这个孽障屡屡闯祸，老夫实在无法再偏袒下去。幸好黄马褂在火盆里滚了一圈，根本看不出当日裁剪的痕迹。只要将黄马褂被烧毁的尸咬死在阮穗身上，镇北侯府便一定能平安无事。他竟还留着。我等母亲刺绣真传，刺绣第一步便是临摹，无论是字还是画，只要稍作练习，便可一模一样。这字迹可是你的？将军若想撒谎也无用。高门大户的府中不止一个侍爷，随便翻几番过往的信件便一清二楚。当时就是以防事发，沈绥推辞其他借口，才特意写成黄马褂的。如今这三字不见，他狡辩说是悟空骗他，我也无法反驳，反而还坐实我别有心机的罪名。你若不回答，本宫就当你默认了。你们骗他至此，就是为了将损害黄马褂之事栽到他头上。殿下，你宁愿相信他一个傻子，也不相信我镇北侯府。他既然是个傻子，又怎么看得懂这张字条呢？殿下如此行事，就不怕传出去，天下人说你昏庸吗？殿下如此偏心，当真要娶一个心机深沉、装疯卖傻的女人为太子妃？要是让太后娘娘和皇后娘娘知道，他们会怎么想？闹吧，吵吧，你们闹得越凶，谢青也对你们的怀疑就会越深，他就更不会注意我是否在装疯了。
只要你们彻底撕破脸，今夜就是我彻底脱离侯府的日子。你们父女二人都是在警告本宫吗？只是想告诉殿下，虽然您贵为君主，但是我镇北侯府也不是您随便可以诬陷的。想当年北境安稳，那都是靠老臣拼杀出来的。此事若是传到陛下那里，老夫就不相信陛下偏袒儿子而无视公道。好一个公道，好一个北境安稳。本宫倒是要看看，你镇北侯是否真的和你说的一样无辜。阿东，把烧坏的黄马褂拿着，即刻回京。阮度之，下次见面，你死我活。阮度之，下次见面，你死我活。黄马褂被谢清也拿走，绝对不能让他平安到京，否则真的查到什么，镇北侯府就完了。雪夜路难行，正是杀人抛尸的好时机。花枝儿，你去，这一次我只要他们死。母亲，13年了，我终于有机会替当年郑家俊、雪北镇以及沈家所有亡魂敲鼓喊冤了。傻子，别乱动，上药呢。好端端的，怎么哭了？他对我这么好，我却一直在利用他。思思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下雪路险，此地有匪徒，我等奉命前来营救太子。这是太子车驾，哪里来的匪徒？将军怕是天太黑，看不太真切，赶紧回去多喝2碗明目汤吧。扬州有没有匪徒，我侯府说了算。除了马车里的姑娘，其余的一个不留。杀！将军，以技术斩杀。岁岁，我来救你了，你不用再被其他人玷污了。废物，人呢？将军，我们中计了。给我去找，找不到，我要你们的小命！兄弟们，给我搜！
本要利用你到最后一刻，可如今竟有些不忍心了。狗奴才，要是你再虐打他，本宫让你人头落地！不打我！别怕，无人再敢打你。若他有事，定让你陪葬。你们骗他至此，就是为了将损害黄马褂之事栽到他头上。谢金燕，我们就到此为止吧。接下来的路危险重重，我一人走便好。你我再无瓜葛。碎碎，本宫不许。谢金燕，对不起，你我此生无缘。既是本宫的人，自会有人来接你。谢金燕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利用你了。从扬州到京城，从侯府到皇殿，我用了整整13年。今日无论生死，我都义无反顾。民女阮穗状告上柱国镇北侯阮度之，多年滥杀无辜，收受贿赂，北境之战，战功造假，通敌叛国。你就是阮清那个装疯13年，毁坏黄马褂的庶女，长着一张人畜无害的脸，却好深的心机呀！长着一张人畜无害的脸，却好深的心机呀！镇北侯，你不在扬州养老，为何无召回京啊？回陛下，若非被逼无奈，老臣也不想大老远跑这一趟，实在是走投无路，所以才举家相求啊！陛下，你是本朝一品君侯，朕御赐的上柱国，谁敢侵你至此？陛下，老臣有罪呀！老臣家中有一庶女，年方18，从小顽劣，装疯卖傻，因不服管教，自她小娘去世之后，便开始放纵无礼，无恶不作。前些日子还将家里的绣房给烧了呀！此乃是你侯府家事，何故将你逼入京城告御状？若是为难家里人也就算了，老夫不求她有出息，只求她不要惹祸。可是姑娘大了，开始思春，到处留情啊！下至家中的马夫，还有街上那棺材铺的当家，上至当朝太子，他也不放过呀！放肆！放肆！如此妖女，你为何不杀她？陛下，好歹那也是老臣的骨肉啊！老臣想着留他一条性命，签了断亲书便可。可是老臣的一再退让，差点造成了滔天大祸呀！陛下，前些日子他居然把御赐的黄马褂给烧了呀！什么？陛下，那可是当年北境之战，老臣带兵离京时，陛下您亲自御赐老臣的，见其如见君上。他居然把他给烧毁了，他还仰仗着太子给他撑腰，扬长而去，至今不知所踪啊！混账！陛下，老臣
自知罪该万死，不求陛下宽恕，只求陛下饶了老臣一家人。老臣甘愿以死谢罪呀！你刚说与那妖女断了亲？啊，是，此事太子殿下可以作证。那断亲书还在太子那收着呢。既是他惹的祸，他也不是侯府中人，他惹的错，自然不用你来顶。哎，阮清，朕当年继位便被匈奴屡屡冒犯，是你以命相搏，斩乱臣，定北境，此番功劳，朕铭记于心。此事朕不会责备于你，只是那妖女，朕绝不会轻易放过。此事朕不会责备于你。谢陛下。区疯女，竟勾引太子，烧毁御赐之物，事后还敢入宫污蔑上卿告御状，来人，给朕拿下，即刻绞杀！没想到阮都之无赖到如此程度，竟然恶人先告状。不是的，陛下，听民女说，陛下，就算是民间断案，也应该是听各方说辞，寻各类证据，才能真相大白。你怎可听一方说辞就断民女有罪？民女不服！慢着！陛下，民女并非空口白牙污人清白，民女有证据。既如此，朕便给你一个机会，让朕北侯进殿对质。你有何证据？当着阮清的面细细说来。民女在侯府确实装疯。民女当年亲眼目睹母亲被镇北侯活活打死，这才忍辱负重13年。若非装疯卖傻，此时民女恐怕早已死了。岁岁，你怎能如此污蔑你的父亲呢？陛下，此乃侯府丑事，老臣本想着把他带进棺材，给侯府留些颜面，但事到如今，不得不坦白。你尽管说，朕给你做主。谢陛下。岁岁，你知道当年你母亲为什么会被关进小黑屋吗？自然是识破你的虚伪，你怀恨在心，肆意报复。那是因为你母亲当年在外面偷人被抓现行，所以才被处罚关进小黑屋的。老夫念及夫妻之情分，留他一条性命，但不曾想他不仅不知悔改，反而意图偷盗侯府的公款，与那贱人远走高飞。后来事情败露，他羞愧难当，选择自尽而亡。侯爷还真是张口就来。我母亲偷人，那请问奸夫是谁？又是何时偷的？那奸夫就是沈明，他们在城隍废庙做了苟且之事，那奸夫被我当场斩杀。那奸夫就是沈明。哥哥，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？他们来了，那边快走，快走！哥哥。那是我的亲舅舅！你颠倒黑白，满口谎言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你烧毁黄马褂一事，父亲今日本来是想替你求情的，但没想到你口出狂言，竟然还敢污蔑父亲。既然如此，我便不必替你遮掩。陛下，臣女有话要说。说。太子殿下下榻侯府时，
侯府上下无一不小心对待，可这阮穗不知何时爬上了太子殿下的床，勾得太子殿下处处袒护他。后来阮穗看见我要送给太后娘娘的凤飞9天，心生嫉恨，便设计毁掉了我的双面绣，将好好的一副凤凰变成了黑狼，这才引得太子殿下去而复返，这才错过了太后娘娘的寿辰。微臣灵州中郎将阮云章也有话要说。说，3年前，六妹妹竟意图勾引我，趁微臣喝醉之时想要爬床，被家父看见，为了避嫌，这才将微臣送去灵州。本来此事微臣都已经放下了，毕竟微臣把她当作亲妹妹。但此次探亲回府，她竟又故技重施，想要勾引微臣。微臣见她已是太子的人，便避之不及。没想到太子殿下竟为了她要罢免微臣，令旨在上，请陛下查阅。好一个祸国祸民的妖女！阮穗，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话要说？陛下，他们指证民女之事，9分编造，1分事实。可这1分的事实，也是他们在混淆是非。民女不知从何编起。你这是要认罪了？不，民女从未做过的事情，不变，也绝不认。民女此次入宫，不是让他们来诬陷的。我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侯爷。一问，侯爷说我母亲是因为偷盗侯府家产，寓意与我舅舅私奔，这才羞愧自尽的。可我母亲出身江南富商，在整个华朝也是数1数2的家族。她当年带着沈家1半的家产嫁入阮家，那些足够她活3辈子都绰绰有余。试问她何时需要偷盗侯府的家产？还是说，我母亲不过是想要回自己的嫁妆？是你在这，反咬她一口。二问，侯爷指责我烧毁黄马褂，可这御赐之物，不是应该放在暗室里好好保管，无事不可拿出？那请问，我作为被全家都防备的人，又怎么把它取出，将它毁坏？这3问，你们说我放荡不堪，到处爬床。若此事为真，侯爷为何不杀了我，以维护侯府清誉？这自然是父女情深，还给你留着机会。错，因为你忌讳我母亲的遗言，所以不敢杀我。是何意？我母亲临终前曾说过，求求你放过我的女儿，否则侯府军功作假的证据将上达天庭，我要让你们侯府陪葬。军功作假的证据？当年北境之战，镇北侯毫无还手之力，被匈奴打得节节败退。为保荣华，他私下办结黄马褂，写下求和书，与匈奴达成约定，用郑家军和雪北镇，换得胜仗一场。此事证据皆在这木盒之中，还有郑老将军临死之前的血书，以及写下求和书的那半截黄马褂。你这个孽女，竟然污蔑齐城父亲！你简直胡说八道！哎，陛下，此女品行不端，妖言惑众，理应立即处死啊！陛下，陛下，阮穗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，从来都是不择手段，还请陛下不要被他蒙蔽了。陛下，此女心机深沉，当杀之。你们急了，侯爷。自我5岁开始，就被你日日虐待，但你却不敢杀我，所以每次将我打得半死的时候，都要质问我母亲留的证据到底是什么。现在知道了。陛下，这木盒内外的黄马褂是否为同一件？绣房嬷嬷一看便知。更何况，
民女对镇北侯多年虐待恨之入骨，又怎会烧毁一件能够将他定罪的证据？陛下，此女对老臣有血海深仇，她是要老臣死无葬身之地呀！此女这么恶毒，陛下切不可信呢。陛下，若您还是不相信，民女还有其他证据和证人，皆可证明民女所言句句属实。北境之战是朕继位之后出的第一场兵，如今这妖女竟说那场胜仗是假的，朕的丰功伟绩怎么可能是假的？陛下，朕相信侯爷。谢陛下皇恩。陛下，你为女不孝，污蔑上亲，还伪造这些东西，妄图洗刷烧毁御赐之物的罪名，实不可饶恕。来人，将此女人证物证都在此，父皇为何不敢听真话？人证物证都在此，父皇为何不敢听真话？岁岁，你为何不肯信本宫？哪怕一次也不肯。儿臣今日在宫外见到这群人引起百姓围观，儿臣以为是宵小之徒，可走近了解，发现他们正被桓王的亲卫当街追杀。桓王殿下竟然失主了！此事与桓王有关系？有没有关系？等此事了结之后，父皇亲问皇兄也不迟。父皇放心，桓王兄如今已被儿臣安置在王府歇息，里外8层兵将以保其安危。你竟敢残害手足兄弟！只是让桓王兄在府中休息，何曾残害？若不是儿臣今日出手相救，这群人恐怕就站不到您面前了。为堵天下百姓悠悠众口，父皇何不听他们先说说？草民是雪北镇原住民盟士，当年曾亲眼所见镇北侯领重兵2万血洗我雪北镇呐！草民乃郑家军遗孀赵田氏，当年我家男人是郑老将军的右卫兵，我以全家性命担保，郑老将军绝不是拖延救援之人呐！草民是沈家家仆沈二狗，沈家满门被灭，都是那镇北侯派死士伪装成匈奴人所做。这块软字令牌，就是那凶手行凶后意外留下的。这块软字令牌，就是那凶手行凶后意外留下的。污蔑！陛下，这是污蔑啊！父皇，此事涉及甚广，若不查明真相，恐怕后患无穷。儿臣愿当马前卒，为父皇分忧。假的，朕的丰功伟绩都是假的。三父皇被奸人所蒙蔽，难道父皇想蒙蔽一辈子吗？放肆！你是在逼问你的父皇吗？朕被奸人所蒙骗，焉知不是你被妖女蒙骗，这才为他出头啊！陛下，殿下是为冤假错案出头，民女所言句句属实。若是陛下还是不相信的话，按照华朝律法，状告上亲者，须受30大板。民女愿受此刑罚，以证自身清白。好，那就行刑。你这是在藐视你父皇，还是在藐视朝廷？信我，别以为你现在是太子，朕就不敢废了你。
可以，只是玄甲重兵在城外，若是儿臣有什么危险，他们恐怕不会安宁。放肆！你要逼宫？请父皇下旨，彻查此案。好，好。太子如今已经可以独当一面，既如此，逆旨命太子彻查北境之战，镇北侯全府关押候审，不得有误。姑娘，你可算醒了。春桃，快去请刘太医过来。是，我这是在哪儿？回姑娘，这是在东宫。东宫。谢启，太子殿下呢？殿下在督察院忙北境之战作假一案，已经3、5日没有回宫了。不过他嘱咐奴婢一定要好生照看姑娘，也让姑娘醒来之后在此等待。殿下说会立刻回宫看望姑娘的。终究是我连累了他，我一介罪臣之女，他不怪我撒谎骗他也就罢了，哪来的脸留在东宫？撤！为何非要逃走？难道还怕我治你个欺君之罪吗？你早就知道了。何时开始发现我根本不疯不傻的？殿下，你对云溪姑娘身边人严刑拷问过了，那糕点确实无毒。六姑娘手上的毒粉，与她从前住的仓房中藏匿的那一瓶是同一种。她果然一直在骗我，可惜那时已经太晚，我已经心甘情愿走入你的圈套，被你利用了。碎碎，我不怪你骗我，但你若要真的离开我，就算派出无数人去寻，踏遍天下每一寸土地，我也要将你找回来。何必呢？我不过罪臣之女。原来请君入瓮的这一局，谢卿也不是我的妻子，我才是他手心里逃不掉的那个人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镇北侯阮度之通敌叛国，残害忠良，罪大恶极，天地难容，着即削爵夺职，押赴刑场，凌迟处死，钦此。不走了？反正也走不掉。